人类历史上最昂贵、最庞大、最致命的战争机器之一，到底有多强？答案或许要揭晓了。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最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福特级2号舰肯尼迪号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西装工作，并将于2026年1月进行首次海试。这艘造价超130亿美元的钢铁巨兽，一旦入列，将直接刷新人类海军史上的战力天花板。那么，肯尼迪号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相比大哥福特号，它到底强在哪里？如果观察美军近几年的造舰计划，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美国把他们最顶尖的科技通通砸进了这个福特级航母项目里。作为福特级的2号舰，肯尼迪号不仅仅是一艘新船，它还是美军成功验证大量新技术之后打磨出来的科技完全体。请注意，这个验证的对象是福特号。为了打造这头海上巨兽，光是建造过程就耗费了10几年，数万名工程师和工人日夜赶工，才把这个重达10万吨的大家伙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就纸面实力看，肯尼迪号没有辜负美军的期待，它的战力要强于福特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航母夯不夯，问问排水量。排水量方面，福特号满载排水量为10万吨，而肯尼迪号的满载排水量同样属于福特级航母的标准参数。不过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其真实运行排水量或许超10万吨，但这只是它最不起眼的地方。肯尼迪号最夯的地方是它还配备着激光武器和刺刀炮，这种只出现于科幻电影中的武器，美军几乎全塞肯尼迪号上了。未来敌人想要骚扰肯尼迪号，或许就得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扛住一发刺刀炮。相比之下，福特号就没有这种装备待遇了。动力方面，肯尼迪号与福特号倒是相同，都搭载了2座新型 AEB 核反应堆。这玩意儿可不是普通的烧开水壶，相较以往的核动力系统，不仅功率更强，而且体积大幅压缩，直径不到5米，比以往的核反应堆减少约 50%， 但发电能力却比上一代尼米兹级航母提高了整整3倍。这意味着肯尼迪号不仅能跑得更快，还能为未来那些耗电量惊人的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尽管动力相同，但敌人大概更不愿意面对肯尼迪号，因为它实在太快了。这里的快不是跑得快，而是放飞飞机的速度。据悉，肯尼迪号装备了美军引以为傲的电磁弹射系统。相比于传统的蒸汽弹射，电磁弹射就像是用弹弓打鸟变成了用电磁枪射击，不仅力度更可控，而且回弹速度极快。对比尼米兹级，它每天可出动舰载机架次比提高了 25%。理论上，肯尼迪的日出动舰载机架次可以达到惊人的160架次，甚至在极限状态下能突破280架次。这代表着在开战的第一天，肯尼迪号就能把几百吨的炸弹密集地砸向敌人的头顶。这种恐怖的火力投送密度足以在几个小时内摧毁一个中等国家的完整防空体系，而且它还能弹射更轻的无人机，让航母的侦察和打击范围瞬间扩大几千公里。当然，或许还有不少朋友质疑，福特号也搭载了电磁弹射系统，都是电磁弹射，肯尼迪号怎么就更强了？这个问题，火力军会在视频后面回答。除了自身纸面实力过硬，肯尼迪号的舰面实力也非常豪华。据相关媒体报道，它未来可能搭载美军第7舰载机联队，这支机联队以 F-35C 为主力。这家伙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种同时具备隐身和超音速飞行能力的海军用喷气式战斗机。另外还有超级大黄蜂负责空优及对地打击，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负责空中预警和指挥控制，EA-18G 咆哮者战机负责电子压制。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就是降维打击。此外，肯尼迪号还将部署 MQ-25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这玩意儿能让舰载机的作战半径直接翻倍。以前航母要在距离海岸800公里的地方才能发起攻击，现在它可以在1500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就释放出致命的打击。这就意味着很多国家的反舰导弹还没看到航母的影子，自己的发射阵地就已经被炸平了。总的来说，纸面战力上，肯尼迪号略胜福特号。不少朋友或许会好奇，为什么肯尼迪号这么强？原因其实一直都藏在福特号身上。如果说福特号是开创时代的先驱，验证了无数黑科技的可行性，那么肯尼迪号无疑站在了巨人肩膀上，他把这些黑科技打磨得更加圆润、成熟以及更具杀伤力。肯尼迪号的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阻拦装置在安装之初就采用了更先进的版本，但工程师们还不太满足，他们根据福特号的实际运行经验，再次对关键组件进行了微调和升级。这波操作下来，肯尼迪号最新测试显示，其系统运行拥有极高的流畅度，流畅到从入列那一刻起，肯尼迪号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形成战斗力，直接进入完全体状态。福特号曾经经历过漫长的磨合期才顺利入列，这也是为什么肯尼迪号的电磁弹射要强于福特号的原因。
不过，随着特朗普在10月份宣布要将福特号的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肯尼迪号的电磁弹射系统就更天下无敌了。除了系统更成熟，肯尼迪号还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造，换雷达。美军基于实战需求和技术进步，果断给肯尼迪号换用了更高效的企业对空监视雷达。这种雷达的技术基础建立在福特号双波段雷达上，虽然少了一个波段，但得益于最新的算法和硬件升级，探测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反而更强。更重要的是，它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给舰岛腾出了宝贵的空间，也降低了维护的难度。在火力军看来，这里也体现了美军造舰思维的转变，既不再单纯追求堆料，而是更看重实战效能。除了外部的变革，肯尼迪号的内部同样在薅福特号羊毛。设计师们以福特号为参考，对肯尼迪号的机库、弹药库、油料库的位置进行了重新排列组合。现在的肯尼迪号甲板作业流程更加顺畅，舰载机从机库到弹射位的流转速度更快，弹药的挂载路径更短。在同样的战况下，肯尼迪号能比福特号拥有更高的出击效率。这种看不见的软实力提升，往往才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总的来说，肯尼迪号拥有着更先进的系统与打击效率。就综合实力来说，战力胜过福特号。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到来既为航母舰队带来一种全新的战力体系，即在关键时刻，美军能随时拿出一艘处于巅峰技术状态的超级航母，去填补全球部署的空缺。无论是在中东震慑潜在对手，还是在印太地区维护稳定，肯尼迪号都能帮上大忙。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号还代表了美军未来海上战力升级的方向，比如全电推进系统为上舰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铺平了道路，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开启有人加无人的全新战法。在未来，我们可能看到以肯尼迪号为核心的航母编队不再单纯的派飞机去扔炸弹，而是会释放出成百上千架无人机蜂群，像蝗虫一样淹没敌人的舰队，或者用激光炮无声无息地烧穿来袭的导弹。这种科幻电影里才有的场景正在肯尼迪号上变成现实。不过，鉴于福特号实战经验更丰富，各类打击武器与系统早已经受过战场考验，他身上依旧有很多东西值得肯尼迪号学习。无论是自身战力还是舰队实力，肯尼迪号都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那么，如果将其投入实战，能否打爆俄军防空？航母发展到现在，依旧有不少人觉得航空母舰再大也是个移动坟墓，肯尼迪号再强也不过是一艘船。面对俄罗斯那些号称无法拦截的锆石、匕首等高超音速导弹，它不就是个造价130亿美元的大号靶子吗？这个质疑看似很有道理，但如果我们进行一波打击推演，就会发现太天真了。肯尼迪号本身就有着极强的抗打击能力，它的船体采用了最新的高强度合金钢，关键部位的装甲厚度足以抵御普通反舰导弹的直接命中，而且它的2座核反应堆提供了近乎无限的电力，这让它有能力开启全频段的电子干扰，在导弹来袭的瞬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电子迷雾，让导弹的导引头瞬间致盲。而且别忘了，他身边还带着一群哥们儿。肯尼迪号出门从来不是一个人，他周围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伯克级驱逐舰装备了美军最新的基线9甚至宙斯盾系统，配合标准3、标准6反攻导弹，构筑起了远中近3层拦截网。标准6导弹不仅能打飞机，还能在末端拦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虽然拦截率做不到100%，但只要能拦下一部分，剩下的落网之余，还得面对航母自身的海拉姆导弹和密集战机防炮。想要突破这层层铁幕，俄罗斯得一次性发射多少枚导弹？这种饱和攻击的成本，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负担。不过，正如火力军一直以来的观点，最好的防御永远是进攻。如果只让肯尼迪号站在那里呆呆的防守也就罢了，它搭载的 F-35C 隐身战机配合 MQ-25 加油机，可以在距离俄罗斯海岸1500公里外的地方就发起攻击。也就是说，肯尼迪号不需要等导弹飞过来，而是大可直接去寻找导弹的发射架。无论是陆地上的机动发射车，还是海面上的巡洋舰，甚至是空中的轰炸机，只要被 F-35C 闻到，下一秒就是呼啸而来的反辐射导弹或者精确制导炸弹。这种发现及摧毁的能力，就是肯尼迪号反击的核心逻辑。此外，美军还将在肯尼迪号身上推行一种叫做分布式杀伤的新战术。在这套战术的规则下，肯尼迪号不再是唯一的火力点，它会指挥周围所有的舰艇、潜艇、飞机，甚至无人艇，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攻击，让俄罗斯的防御体系彻底陷入混乱。试想一下，当俄罗斯的雷达还在拼命搜索航母位置的时候，一艘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无人艇可能已经把导弹塞进了它港口里，一架 F-35C 可能已经把它的指挥中心炸上了天。这种多维度的立体打击才是美军海战的真正形态。现在肯尼迪号即将驶航，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新闻，它标志着美军在海战领域的统治力正在完成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虽然在高超音速武器的阴影下，航母的生存能力确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如果你因此就认为航母已经过时，
认为肯尼迪号只是个铁棺材，那就大错特错了。这艘海上巨兽，当它正在海试时，或许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它不仅能把毁灭带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还能在面对强敌时展现出令人胆寒的反击能力。无论你喜不喜欢它，当肯尼迪号那庞大的身躯缓缓驶出船坞的那一刻，世界海军的格局就已经被它那巨大的阴影彻底笼罩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正在进行海试的肯尼迪号真实战力到底有多恐怖？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